接下来，这位包子店的老板同样是放弃了工程师的高薪高福利，回家跟着爸爸学做包子馒头。当然啦，爸爸一开始也是很抗拒儿子的转变，后来发现孩子是真心想学，才愿意传授制面的功夫。而当初会起心动念想转行，一来是因为公司的同事都很爱吃家里的包子，再来是他很怀念闻着面香醒来的童年回忆。现在除了保留了传统味道，他也创新口味，并且从研发的过程当中获得满满的成就感。那个芝麻包怎么卖？一颗25。那你给我2颗。2颗好。圆圆胖胖黑亮的包子，经过的人忍不住想问：这什么口味啊？芝麻一个好。之前买都买不到。好的，谢谢。好，我送你。别人的芝麻包外皮是白的，刘定瑞的是黑色。这种出人意料跟他决定大转行的过程有异曲同工之妙。本来我们是在我是在当工程师，很多部门的朋友他都很喜欢跟我相处，然后甚至我在公司，我们科技公司也会我自己开团，那就有很多大家一起订。大概没几个跟他一样，工程师当到变团购主的，但原本工作福利待遇都好，干嘛来摆摊卖包子馒头呢？如果要升迁的话，会有一些竞争，那我觉得这样有点太累，那不如自己试试看，自己当老板。像桂花馒头这个就比较特别，有一个花开富贵的寓意。他从月老传说得到灵感，研发出市面上少见的桂花馒头。选用南投的桂花，那是1斤1500的比较高品质的桂花。对对对，虽然它成本比较高，但它加下去，它的香气是整个提升出来的。桂花粉，然后我们还会再加一些蜂蜜水，然后加牛奶去让它的层次提香。那搭配我们原先发酵好的老面，那以及我们的比较经验丰富的技术去制作，那做出来除了香之外，它吃起来还很细致又很 Q。一身手艺其实是家学渊源，原来他的爸爸早年在台北开西点面包店，每年过生日都吃得到父亲亲手做的生日蛋糕。小时候的记忆就是会闻着烤面包的香味醒来。国中我们搬来台中开始做包子之后，然后就是闲暇的时候，我们2个小孩子都要下去帮忙包。做20几年了，会有点职业倦怠。那当初我想说啊，是不是来跨行业做不一样的东西？那我本身接触到的都是面粉的成品嘛。那我想到还有另外行业啊，我不要用烤的，我用蒸的。这一跨从西方跨到东方，爸爸刘炳宏运用过去多年的西点面包经验，把包子馒头变得不一样。我们的芝麻馅的打法就是从西点面包。然后延伸出来，融入到现在我们要做的内馅。它那内馅跟人家外面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你吃起来不会油腻，但是很香很细。西式糕点常用的奶油成了内馅的秘方。如果是做芝麻包，面团会加入食品级竹炭粉，还有牛奶和新竹宝山的黑糖。那皮做的过程要让它先有老面去发酵，先把它分割。揉面团到包馅看似轻松写意，却是多年下来的经验累积。容下捏的时候会往上拉嘛，提起来放下去，这有点像以前女生穿的那个百褶裙。当初听到儿子说想回家接棒，爸爸吓了好大一跳。后来发现他是真心想学，决定花2年的时间传授毕生功夫。我那时候没有把他当成说自己的儿子，我还是把他当成学徒，从最底层的该怎么做的都要不怕苦，去慢慢的磨练，
把它的棱角棱线把它磨得光滑，然后再放手让它去做。看一下葱。对。我先拿4捆。能独当一面后，刘定瑞会亲自到市场找信任的摊商采买食材。为了要做葱花卷，得把挑来的葱去无存精，就连洗葱都不能随便冲一冲。我们用自己做的凤梨酵素水，然后来洗葱，这样洗的葱会比较干净。儿子洗完，妈妈还要再检查一次，用火眼金睛找出那些不该吃下肚的东西。我洗的话，这个老叶啊要掰开来，因为沙子都藏在中间，我还要再检查一次，看有没有洗干净，然后头尾也要再检查一次。这年轻人是注重速度，但是我是比较妈妈的心态啦。满满的新鲜葱花扑向面皮的怀抱，卷好分切后，在每个葱花卷的最上方都剪一个小洞。葱线比较多，那在蒸的过程，它的压力可能会让葱线往左右两边挤。那我们中间剪一个洞的原理，就是让它压力分散，它的线就不会散出来。那同时客人也可以看到一层一层里面很多葱的层次感。也因为从小喜欢吃起司和乳酪，决定研发起司乳酪卷。没想到试了20几种起司，才找到命定的好滋味。是有融化的起司，还有一块一块的乳酪丁，吃起来会比较有层次感。喜欢的滋味没人知道就太可惜了。原本不太会开手排车的他，硬着头皮买下货车，目标是开往传说中那些不太好卖的黄昏市场。其实之前有一些市场是可能别人他们尝试过但不看好的，我觉得要先去尝试，然后再去从中去容错去调整这样。对，这是一个工程师的精神嘛？对，工程师的精神。你好，看一下哦，都纯手工老面。像是这天摆摊的黄昏市场，就是花了好多时间才攻克的地点。刚下班，辛苦了。即使自己也是长时间顶着寒风守着摊位，依旧不忘跟客人说一声辛苦了。久而久之，大家也都记得，累了一整天可以来这里找他，带走一份温暖。很 Q 啊，料实在，价钱又公道，年轻人能够做到这样，真的很棒。我觉得这个包子馒头，不管到几十年后，都还是会有人一直喜欢吃。对，因为它就是刻在我们的民族血液里。保留传统，也积极创新，相信下过苦功的好滋味，不管多久都值得回味。